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饮食周报频道。在今天的影片中，我们将揭秘姜黄素的使用限制，告诉您哪些人群应该避免或谨慎使用姜黄素，这将帮助您更好地了解姜黄素的使用安全性，并确保您在享受其益处时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损害。姜黄素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，因为它被认为具有许多健康益处。它被誉为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和抗发炎物质，并被认为有助于提升免疫力。然而，我们不能忽视姜黄素的使用限制，特别是对于某些人群来说，这些限制是为了保护您的健康，确保您在使用姜黄素时获得最大的益处。在本影片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限制和相关的风险因素，并为您提供宝贵的资讯和建议。因此，如果您对姜黄素感兴趣，或者正在考虑使用它作为补充剂，那么这个影片绝对是您不容错过的。让我们一起揭秘姜黄素的使用限制，确保您的健康与安全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姜黄素的健康益处。姜黄素就像是身体的消防员，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应对炎症，就像消防员在紧急时刻出动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炎症就像是身体的火灾，它会让我们感到疼痛、不舒服，甚至引起疾病。姜黄素就像是一位超级勇敢的消防员，它能够迅速出动，将炎症扑灭，这就好像消防员使用水管把火扑灭一样厉害。姜黄素有一个神奇的特点，它是一种天然的抗炎化合物，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对抗炎症，这就好比消防员使用水来扑灭火灾一样有效。姜黄素能够降低炎症的程度，减轻我们的疼痛和不适感，让我们感觉更好。姜黄素就像是身体的防腐剂，它能够增加我们身体的抗氧化能力，就像防腐剂保护食物一样。你知道吗？身体的细胞就像是我们的身体建筑物，而抗氧化能力就像是保护这些建筑物的防腐剂。姜黄素就像是一位超级厉害的防腐剂，它能够保护我们的细胞免受损伤，这就好像防腐剂可以让食物更久保存一样神奇。姜黄素有一个特殊的能力，它能够对抗自由基。自由基就像是坏的小偷，它们会进入我们的身体，对细胞造成伤害。姜黄素就像是一位智慧的防腐剂，它能够捕捉这些坏的自由基，保护我们的细胞不受伤害。这就好像防腐剂能够将小偷赶出我们的房子一样厉害。姜黄素就像是身体的心理辅导师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摆脱抑郁症，就像心理辅导师帮助我们重获快乐一样。你知道吗？抑郁症就像是一朵阴云，它让我们感到忧郁、沮丧，好像被困在黑暗中一样。姜黄素就像是一位超级棒的心理辅导师，它能够陪伴我们走出黑暗，寻找到光明的道路。这就好像心理辅导师能够给我们指引，让我们重新找回快乐。姜黄素有一个神奇的能力，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心情，减轻抑郁症的症状。它能够调整我们大脑中的化学物质，让我们感到更开心、更积极。这就像心理辅导师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生活中美好的事物，重新燃起希望。禁忌人群一，胆囊问题患者。胆囊就像是我们的身体仓库，它负责储存住我们消化食物所需要的东西。但是有些人的胆囊可能会出现问题，就好像仓库门口出现了障碍物一样。这时，胆囊问题的患者就需要特别小心，因为使用姜黄素可能会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。你知道吗？姜黄素有一个特殊的特性，它能够刺激胆囊收缩，就像是一个让仓库门口变得更狭窄的工人一样。对于胆囊问题的患者来说，这样的收缩可能会引起不适感或者加剧他们的症状，所以为了让他们的身体保持舒适，他们应该避免使用含有姜黄素的食物或补充品。禁忌人群二，出血性疾病患者。想象一下，我们的血液就像是身体里面的快递员，他们负责运送氧气和营养到我们的身体各个地方。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有出血性疾病，就好比快递员手里的包裹破了一样。这时，出血性疾病患者就需要特别小心，
因为使用姜黄素可能会增加他们出血的风险，你知道吗？姜黄素有一个特殊的特性，它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变得比较容易流动，就像是给快递员增加了速度一样。对于出血性疾病患者来说，这样的变化可能会使他们的血液更难凝固，增加出血的风险。所以，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，他们应该避免使用含有姜黄素的食物或补充品。禁忌人群3，缺铁者。想象一下，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座快乐的乐园，里面有很多忙碌的工人，其中有一群工人专门负责携带氧气到我们身体的每个角落，让我们保持精力充沛。这些工人就是我们的血液中的红血球。然而，有些小朋友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像是忙碌的工人手中的工具不足一样，这就是缺铁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身体里面缺乏足够的铁元素，这时他们需要额外的帮助来增加铁元素的摄取，就像是给工人提供更多的工具一样。可是，姜黄素有一个特点，它会干扰我们身体对铁元素的吸收，这就好像给工人的工具里面加进了一些杂物，让他们无法顺利的完成工作。所以，对于缺铁者来说，使用姜黄素可能会影响他们对铁的吸收，进一步加重缺铁的问题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假设小马是一个缺铁者，他的身体需要更多的铁来保持健康，但是如果他同时使用姜黄素，那么他的身体可能无法充分吸收食物中的铁元素，这就好比工人无法有效的使用他们的工具，工作效率就会降低。因此，对于缺铁者来说，避免使用姜黄素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们可以寻求医生的建议，并尝试其他方法来增加铁元素的摄取，以确保他们的身体能够获得足够的铁元素，维持健康的成长。禁忌人群4，患有肝病的人。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个美丽的园圃，肝脏就像是这个园圃的守护者，负责过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，让我们保持健康。然而，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问题，他们的肝脏受到了伤害，就像是园圃的守护者生病了一样。姜黄素有一个特性，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抵抗炎症，就像是给园圃的植物施肥一样，让它们茁壮成长。但是，对于患有肝病的人来说，他们的肝脏已经处于负担之下，无法处理过多的营养物质，包括姜黄素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假设小华是一个患有肝病的小朋友，他的肝脏需要休息和恢复。如果他使用姜黄素，那么额外的营养物质可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，就像是给园圃灌溉太多的水，植物会被淹没而无法健康成长。因此，对于患有肝病的人来说，避免使用姜黄素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们应该专注于治疗肝病和保护肝脏的健康，并且遵从医生的建议，以确保他们的肝脏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。禁忌人群5，孕妇和哺乳期妇女。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花朵，她们正在孕育和哺育新的生命，就像花朵需要严格的照料和保护一样。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需要特别注意她们身体所摄取的食物和药物。但是对于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来说，过量摄取姜黄素可能会对胎儿或婴儿产生影响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假设小鼠的妈妈正在怀孕或哺乳期，她的身体正在为小明提供营养和保护。如果妈妈摄取过多的姜黄素，这些物质可能进入她的血液，影响胎儿或婴儿的发育和健康，就像是花蜜中的某些成分可能对蝴蝶产生不良影响一样。因此，为了确保宝宝的健康，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应该避免使用姜黄素，她们应该专注于食用均衡的饮食，确保营养的摄取，同时听从医生的建议，以确保母婴的健康和平安。当你看完我们的影片之后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要和我们分享你的经验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为观众提供有用的营养和健康信息，帮助你们过得更健康、更快乐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那么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。同时，
如果你认为这个影片对你的朋友、家人或者任何你认为有需要的人有帮助，请无私的分享给他们。我们相信，只有当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，我们才能够共同成长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。最后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